姓名科拉利，标签冷淡的极客，参赛原因写论文，姓名赫利亚，标签持重的战士，参赛原因我时常会想自己也许不适合在完全和平的环境下生活，我一直太复杂了，精简成希望改变现状。Bronya， 你这是在做什么？我正在把 Kiana 和牙医昨天收集到的资料导入人工智能系统，并以此创建名为赫利亚和克拉利的角色。我知道你要做什么了，你是打算在游戏里和模拟角色们打交道吗？没错，为此我还特意制作了一张忠实还原月球基地构造的地图。作为玩家，我们可以在游戏过程中设置各种非玩家角色、突发事件和收集物，而模拟角色也将根据我们对游戏进程的干预做出截然不同的反应。不仅如此，我还开发了灵心模式，在该模式下，我们能非常直观地看见模拟角色的内心想法，以及他们对彼此的好感度。Bronya 老师，我有问题。既然是游戏，总该有通关条件吧？我们的通关条件是什么呀？问得好。当游戏推进到正式授课阶段时，会有一次判定。如果他们对彼此的好感度达到了50分，平淡如水的同事关系，即为通关。顺带一提，根据人工智能系统的推演，克拉利对赫利亚目前的好感度是0分，赫利亚对克拉利的好感度目前是-30分。这样看，要达成50分应该不会太轻松。所以，我们才更有必要把目标定高一点，比如60分。我只是觉得，既然 Bronya 已经努力到这个份上，如果我们还是止步于50分，难免有些可惜。说的也是，百分制考试都60分及格呢。不过，在1天时间里做出这些东西 ，Bronya， 你现在还好吗？没关系，牙医，我认为尤兰戴尔说的有道理。你也知道，一旦做起阿拉哈托来，我就很难把精力放在其他地方。这次机会难得，我又产生了兴趣，所以 Bronya， 等测试完游戏的可行性，你要赶紧去补觉哦。你也不想你通宵做游戏的事被希尔知道吧？哼，你怎么也学会这么说话了？好，百闻不如一见 ，Kiana， 就先由你来试试吧。现在试着移动一下我们的摄像机，也就是重装小兔。很好，看见刚刚抵达月球基地的赫利亚和克拉利了吗？靠近他们，推进游戏进程吧。等等，刚刚我就一直想问了，为什么摄像机是重装小兔？我没有时间做摄像机的模型，又觉得看不到摄像机实在太抽象，就把我在崩坏大乱斗里的角色抠下一部分，再放进现在这个游戏。唉，想不到连这种时候，重装小兔都要替你加班。这种细节不要在意。但现在有一点让我不得不在意啊，如果赫利亚和克拉利关系不好，那他们肯定会想方设法避开和对方搭乘同一班飞船的情况。我看出版行程表里刚好有2个时间段的飞船可以自由选择，凭借克拉利的技术，知道赫利亚选了哪个时间段应该不难。Kiana， 你似乎特别了解和人闹矛盾之后会产生的心理活动啊。略有经验而已。Bronya 也是吧？笨蛋，不要突然带上我。你看，要顾及某些人之间突然僵化的关系，还要想办法缓和自己的尴尬，真的很不容易。是这样，如果我们没能成功化解赫利亚和克拉利之间的矛盾，未来2个月恐怕都会被类似的烦恼缠身。按照 Kiana 刚刚的分析，这一段流程确实需要修改一下。克拉利有意搭乘另一班飞船，与地球时间的行程表上说，晚一点的那班飞船预计在2022年3月20日12点抵达月球基地，早一点的那班是10点到。以赫利亚的性格而言，他极有可能选择早到的飞船，所以克拉利自然会选择12点的那班。好，那么在协调世界时12点，克拉利成功抵达了月球基地。
在那里，他将遇到我提前安排的非玩家角色。至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哎呀，是克拉丽同学，久仰大名，久仰大名，欢迎你来月球。你好。悄悄告诉你哦，为了火星探索项目的顺利进行，天命不仅大幅拔高了项目经费的上限，还优化了基地内不少基础设施，甚至把牙医、布罗尼亚和幽兰戴尔都调上来了。哎，可惜我再干1个月就要回地球了，这算刚毕业就碰上母校装修了吧？你别太亢奋，机遇同样意味着风险。他们俩可不是去火星度假的游客，在我看来，不对未知怀抱热情，绝不可能走到这一步。确实，就算是我，也不能轻易否认自己对火星的好奇。可克拉丽报名参赛的原因不是写论文吗？我想，那恰恰是他不坦率的一面吧。你好，能麻烦你帮我确认一下这份月球基地地图的版本吗？我看看。这就是最新版本，不需要更新了。不对，克拉丽同学不是才刚刚抵达月球基地吗？我还没有为你导入地图呢。我有点担心自己会迷路，来之前就特意做了一点准备。原来是这样。克拉丽同学，我能不能拜托你一件事啊？什么事？如果有机会，你可以帮我要一下 Kiana 的签名吗？牙医、布罗尼亚、幽兰戴尔的也可以。当然，还是 Kiana 的签名最优先。我一见到 Kiana 就特别激动，有时话还没说完就忍不住掉眼泪，到现在也没和她说除了早上好之外的话。好吧，我会试着帮你要一下签名，但也请你不要对此抱有过多期待。克拉丽对 Kiana 的好感度已提升，当前好感度10分。行动评价：菜市场路过的爷爷奶奶看了都忍不住说一句：“真是好菜啊！”为什么还有对我的好感度？而且这声音分明就是我在讲话。不仅是你，我们所有代教老师都有。当然，从目前的数值来看，他们只对你的好感度低于60分。大概是系统觉得你们未曾谋面。至于声音，谁叫你一玩游戏就特别爱讲话？我这边当然要物尽其用嘛。从现实的角度说，好感度越低，代教工作也就越难推进。所以，我们必须在化解矛盾的同时，增进他们对你的了解。可害羞的接引人员又是什么？来你房间的路上，莱拉还乐呵呵地分了我3块曲奇饼干呢。别忘了，就算是现实，同样可以被干预。虽然莱拉此刻不害羞，但我们可以说服她，让她在真正的克拉丽抵达月球时，成为一位憧憬 Kiana 但始终要不到签名的害羞的接引人员。这也太离谱了吧！喂，克拉丽6626普朗克，你过来一下。什么事？有时候世界上可能到处都是虚假的事物，但我们并不缺乏热心的朋友，也因此，我必须要告诉你一个残酷的事实：你那尚未见面的代教老师正在干涉你的生活，而你眼中的世界，你面前的我，乃至你自己，都只是由一串串代码构筑而成的赝品。果然还是逃不开程序错误啊！可你为什么反倒松了一口气？像这种东拼西凑、临时做成的游戏，不出现程序错误才是怪事。况且边开车边修车，早就成了我工作的日常。当然，在刚刚开始玩的时候出现程序错误，也总比快通关的时候出现好。我懂，这和老师随机点名时希望第一个抽中自己，好早早解脱的心情一样吧？
齐安娜，你都共情了什么啊？总之，还是让我们先跳过这段剧情吧，我回头再修一下。我刚刚在做什么？算了，还是先去庇护所找爱因斯坦报道吧。果然是他。完了，怎么真是他？